车臣民风十分的彪悍，一言不合就动手，把俄罗斯搞得那是一个焦头烂额，花了6年时间打了2场战争，上万人丧命，才把车臣给搞定。当然，这仅仅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遭遇。放到沙俄时期，沙皇用了70年才把车臣征服，之后的时间里，车臣都在各种不服气，一直在挣脱俄罗斯的束缚，直到普京出现才变得脚踏实地。神秘无处不在，今天跟随神秘哥的步伐，一起揭开普京大隐患车臣的面纱。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虽然在车臣那是一个虎，自称是高加索强人，但是一到俄罗斯就化身为普京的小迷弟了，那一股子战斗民族彪悍的狠劲儿也消失不见了，甚至一脸笑得稀烂。视频电话向普京汇报工作时还超级紧张，坐立不安，生怕自己说错话了，变得扭扭捏捏。而普京也像个老父亲一样，一脸欣慰且严肃地看着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车臣总统。车臣这个地方说大也不大，但就是遏制住了高加索要塞，没有车臣这块宝地，俄罗斯的石油管道和铁路干线就没有办法连接到南高加索的3个共和国，以至于外界一致认为车臣是俄罗斯最大的隐患，而不是帮手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俄罗斯和车臣之间到底有何历史渊源？19世纪开始，高加索地区就处于连年战争的状态了。伊玛目加奇为了抵抗俄国，组成了车臣尼亚，拉开了全面战争的帷幕，两国打得不可开交。直到俄国的领土被侵犯，沙皇忍无可忍，开启了大规模的击破，把伊玛目加奇干掉，收复了车臣地区。由于俄国的行为太过分，在车臣暴政敛财，搞得车臣人心惶惶，大规模的暴乱层出不穷，甚至出现了亲俄和抗俄两极分化的情况。1877年，亚历山大·斯维斯图诺夫带领沙俄军队把抗俄的车臣人赶尽杀绝了。二战时期，车臣的反骨被德国军队给唤醒，一心求合作，共同抵抗苏联，获得了能够独立的机会。问题是独立没看到，那些和德国使绊子的车臣人倒是获得了一个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机会。随着苏联大势已去，在车臣动荡的大环境下，车臣的反骨彻底被激发了。时任车臣总统杜达耶夫在俄罗斯不承认的情况下，宣布了车臣的独立。1994年，忍无可忍的叶利钦直接发动了第1次车臣之战，可惜车臣武装分子在家门口打得很灵活，俄军很吃亏。即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，但并没有把车臣真正的收服。为何叶利钦没干成的事儿，到了普京这里就完美解决了吗？普京到底做了什么，能让车臣乖乖听俄罗斯的话，让卡德罗夫像小迷弟一样崇拜他呢？第1次车臣之战结束之后，车臣的总统换成了马斯哈多夫，但军事权力都在巴萨耶夫手上。此人一心想要脱离俄罗斯，于是精心策划了一场叛乱，激怒俄军，爆发了第2次车臣之战。普京这一次可没有输在人道主义上，一边镇压叛乱的非法武装分子，一边救济车臣的公务员和工人。卡德罗夫的老爹原本是第1次车臣之战时杜达耶夫阵营的人，对俄罗斯十分抵制。可这一次车臣涌入了一大批为战而战的恐怖分子，他选择了倒向俄军阵营，和普京来了一个里应外合，成功拿下了车臣。可后来当选总统后，遭到恐怖分子报复身亡了。为了能够继续稳住车臣，普京挑选中了卡德罗夫，培养他做车臣的总统，同时在战争中干掉了巴萨耶夫、马斯哈多夫等人，替卡德罗夫报了杀父之仇，所以他才会对普京感恩戴德，消除车臣内部反对的声音，把自己的私人武装部队当作是普京在战场上忠诚的打手。如果现在卡德罗夫会听话，是因为普京，以后俄罗斯没有了普京，车臣会不会反骨重现呢？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，关注神秘科普院，神秘哥带你解锁大千世界。